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哦。我们之前谈了很多中国大陆手上的杀手锏，就是稀土。不过现在可能会复制稀土之路，有另外一个第二张中国的必杀杀手锏，也就是它的王牌，就是铁矿了。今天中国大陆在西非这边有正式的另外一个布局，执掌这个叫超级铁矿西芒杜。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关心。另外，这个铁矿现在过去都是由人民币做交易的，现在确立会由人民币结算，震撼全球。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好，全球都还在关心这个习川会的后续政治的这个烟雾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则是在非洲地区悄悄打开了一场新的地缘经济的新战场，也就是今天我们会来关心的这个西芒杜的铁矿全面贯通，全长再加上它的配套铁路，一共是长达了552公里，是全球最大的未开发铁矿，存量的部分、储量的部分至少是30亿吨，所以大家就把这件事情视为是大陆正在为下一场硬仗做一个长远的布局。那么为什么中国想要做这样的布局？原因就是因为它虽然是全球最大的铁矿买家，但是长期都被澳洲跟巴西2大巨头牵着鼻子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决定定价，他们可以决定出价，话语权全部都掌握在这些国家手里。但是现在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大陆变成了一个掌局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中国大陆正式出手投资的这个参与开发的西非几内亚的西芒杜铁路矿区已经正式的全面贯通了。它有哪一些很重要的资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比较细部的解读。它是位在这个西非几内亚的东南部，跨越了密集的这个高原丛林当中。那么刚刚提到了30亿吨都是这些比较高品质的铁矿石，而且这个地方拥有全球最优质的铁矿，也是最大的未开发铁矿区。那么预计呢，主要的开发方会由这个英国的力拓公司跟大陆的公司一起来做合资开发，首批预计可以在今年底就来出货了，产能现在已经开出来了，已经有一个规划量，30个月内年产量升至6000万吨。为什么这么重要？中国出手这个西芒杜铁路，可以改写全球铁矿游戏规则吗？它会是继稀土之后大陆第2张重要的国际王牌吗？舰长怎么看？我们以前一直听说中国大陆稀土多么的厉害，还有它的制造业怎么样的强大哦。我们只是听一些数据而已。我直到今天看完这个消息以后，新闻以后，才突然第一次领略到，我的天哪，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不可超越。我现在先讲这里的这个矿哦，这个矿叫做西芒杜，很奇怪的一个，它有这个1950年哦，70多年前就发现那里有一个很特殊的矿，很大，然后大概隔了10几年就知道它是全世界在第2大的，它有30亿吨，全世界第1大是澳洲48亿吨，第3大是巴西29亿吨，它在中间，但是它的含铁量非常的好，就是它的纯度到了66%到68%。澳洲的铁砂是全世界最棒的哦，在这之前，澳洲的铁砂才能够制造最高等的那种钢。它的含铁量是53到62，你就知道差了这么多，差了将近18左右。好，这样子完毕之后，那么长的时间，你们为什么不去开发呢？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人去投资，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个经营权转来转去，一下子卖给苑老师，苑老师花了25亿，一下又卖给思敏，思敏花了30几，又卖了什么3级，一直到现在都没动。后来到了2010年的时候，中国铝业才第一次去那里，然后投资的就是这个力拓这个公司，他投资了13.5亿，他取得了47%的这个股权。然后完毕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中国铝业中铝，我们叫中铝跟力拓一起在中国，你也要政府同意啊。然后在这里那个新几内亚政府要同意，他们这样隆到了2024年哦，把所有的前置作业做完了。设计图也同步画完了，然后他们在1年之内，从年初到年底，他们把这整个的基建全部做完。这中间包含什么？我说给大家听哦。第一个，他建了一条铁路长600公里，他沿途跨越，因为他那个山起起伏伏的，你知不知道？那为什么以前人家不做？因为那个太难了，你要怎么建这么多桥？300多座桥，然后还有港口，还有矿场的这样的，哇，这个工程非常之大。好，那时候开始做，他们1年做，然后当中外国人这样子讲，他们在那现场看，他说，他们到今天才知道中国的经济这么厉害。他们中间有一座桥，
长度是307公尺，那很长啊，307米，高度28米，哇！你想想看，这是7层楼、8层楼的高度这样子，1个月就做完了。基建狂魔，就所有人说哇，怎么这么厉害？然后2025年的9月，就是上个月，他们第一次开始运了这个矿砂出去。你就从这知道，你知道，不是说你有一个矿哦，你就能够把它做得很好的，因为那个矿不是说就在台北市旁边，叫阳明山多好，对不对？一下就运出去了。它那个地方可能是很荒废的地方，还有什么高山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样打通这条路？你要怎么样做这个基建？然后怎么样去采这些东西？那中国现在有了，不单是有议价权，你知道，全世界品质最高的铁砂，中国占有47%，然后它可以制造出品质最优的钢，你就知道中国一下子战略的整个的都做了一些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去谈判，它有更好的钢，它可以做更精密的科技。好，所以掌握到了这个西非最大的这个矿区哦，等于说中国大陆也掌握了整个铁矿在国际的地位，还包括它的议价权。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金融战的延伸。因为过去其实做这些铁矿砂的这个交易的时候，都是用美元来做交易，但是呢，这一回是中国大陆用人民币来做一个结算的制度正式的启动，也就是有看到几家矿业的合作，包括中国跟澳洲的矿业巨头这一家必和必拓签署了协议，接下来是用人民币来做这个结算。另外，巴西的这一家叫淡水河谷，还有澳英共同营运的叫力拓跟 FNG 也都是用人民币做交易，甚至做贷款等等，冲击到美元霸权。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影响、美元的影响，还有人民币结算铁矿的影响，成为市场的主导者，又有什么样的后续的可以关注的？苑老师。我们从小读地理的时候都知道，中国是个煤矿非常丰富啊，在世界的产量跟这个存量里面都是世界就超过1半以上。但中国的铁矿是极其贫狭的哈，那铁矿也不好，然后量也很少，大概只有在全世界占23%而已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中国从澳洲进口大量的铁矿石进行提炼啊，因为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是那个这个西非几内亚的那边的这什么那个他们的西芒杜的这个铁矿的品质非常好啊，这个我们不用多讲。但是从澳洲来讲的话也不差，但是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完全是被绑架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有一个地方讲说，知道中国要发展基建，必须要用很多的钢铁，必须要自己提炼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所有的国际市场中采购的价格最高的就是对中国的价格。那个时候的价格搞到129块美金啊，就一吨啊，什么这种情况下，这情况的发生。那中国慢慢的话呢，有3个原因啊，它非常强调啊，所以自己的话呢，就跟必和必拓了直接要求啊，就是说，要不然我们不要买了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市场大，市场大就是老大。你像美国大豆一样，那个中国不买，美国大豆能天天闹，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刚刚提到巴西啊什么的，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在巴西的话呢，整个南美洲的横贯的铁路送到秘鲁的这个前海港已经出来了啊，所以说这巴西的这个铁矿源源不绝就可以运过来，而且的话呢，还比原来的航程少了20多天啊。那么这个也是第二个理由。那第3个理由的话呢，就是这个西芒杜了就是说大陆已经就是牢牢巩固了、掌握了这个铁矿里面的这个来源，可以不跟澳洲买，澳洲又贵啊。那其他的话呢，这个大陆对于跟澳洲买的时候呢，也只有一个要求，就要用人民币来结算。那澳洲基本上的话呢，经过一段的努力以后呢，像力拓、FMG 他们都答应了，那现在的必和必拓也答应了用人民币来结算。我跟你讲，以前有石油美元，现在有铁矿美元。好，铁矿美元，那干哥又怎么看哦？会成为继稀土之后，中国大陆第2张很重要的王牌吗？60年来，我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买家。我没有议价权呢，东西都是我在买的，我的进口量是最大的。澳洲你是看我吃饭的，我不能讲话，我不能说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这个疫情要干嘛的啊？我们这个价钱我们可以商量一下，不行的，奇怪了，中国作为最大的铁矿进口、铁砂进口国，60年来你不能议价，然后呢，不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一定要用美元结算。美元结算这个铁矿砂是它占了80%的全球的市场，那是没有错。可是问题是我今天好像完全没有发言权。大家仔细看哦，西芒杜这个矿砂厂开发出来之后，它的效应会越来越大，会有点类似像稀土的效应，就是说，西芒杜现在我跟西非几内亚签约了，那你能够提供更好的价钱。
或是更好的离岸价，或是更好的交通便利的因素吗？没有，中国提供的最好。所以中国也支持你的基础建设，而且悄悄的做。刚才建长讲，你做的时候都没有人看到，等到他把东西弄出去的时候，你才发现他竟然可以一年可以供应6000万吨。所以现在我可以议价了，中国现在可以议价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以前我都靠必和必拓啊、力拓啊、拜托啊，跟这些公司我们都要讲好。然后现在如果还不够，我们跟巴西啊那个淡水河谷再买一点。现在是巴西的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因为必和必拓是澳洲最大的，是澳洲最大的公司，这些公司全部都答应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西芒度。就是因为我弄的西芒，而且他们有听到风声，但他不知道中国的规模有多大。现在约都签了，然后公司都盖好了，然后港口都弄出来了，你才知道说现在我不看你吃饭的，而且我现在最重要一点，我要用人民币结算，你们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这全球3大其中2大是在澳洲嘛，还有一个是巴西的淡水河谷。这3大矿场他们都同意。为什么同意用人民币来结算呢？所以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当然，美元还是强势货币，可是因为在铁矿砂这一部分，中国的发言权现在已经是最大。那你将来都用美元来计算的话，那对于人民币，它将来在市场上以及在世界的发言权上面，其实这个是亦步亦趋的，慢慢的，你会发现到人民币在世界的贸易市场上。它的流通的程度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高，总有一天它会慢慢取代美元的市场货币地位。但当然不能说就能够分庭抗礼，因为我觉得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国做事情它是一定它有一个计划的，而且它知道我们走到哪一步会看到下面那一步是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现在你年产量到6000万吨，明年一定是1亿吨。